一次訪華能回味一輩子。2017年的時候，特朗普來了一趟中國，受到了極高規格的待遇，從此他就忘不掉了。再次上台之後，他就一直計劃着要再來一次中國。最近，白宮終於宣布，特朗普將在今年4月訪華。特朗普也開始在公開場合頻頻回憶2017年的中國之行，對中國的儀仗隊大誇特誇，甚至放言4月份去中國必須給他安排一場中國歷史上最盛大的迎賓儀式。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最近，彭博社和路透社先後爆出消息，一名白宮官員確認，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於3月31日至4月2日訪問中國。這消息一出來，直接成了近期外交圈最受關注的話題，刷遍各大社交平台。不過，目前特朗普計劃訪華的消息還只是美國媒體披露的。中國這邊還沒給出明確確認，但結合他最近的種種舉動來看，這次訪華大概率不是空穴來風。尤其是當地時間2月19日，他在和平理事會首次公益開幕式上，又一次詳細提起了2017年的中國之行，言語間滿是懷念，說得格外細緻。他直言當年中方接待的特別熱情，全程周到，而最讓他記掛至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國的儀仗隊。誰都說特朗普嘴笨，不會誇人，可誇起中國儀仗隊，他對細節比誰都清楚，甚至用具體到毫米的數字來形容，說得有板有眼。他表示，中國儀仗兵的身高差距不超過1/4英寸，換算過來大概就是6.35毫米，一個個身姿挺拔，相貌英俊，整齊的讓人震撼。這份細緻程度，估計連中國人自己都沒特意去留意過。大家都清楚，特朗普這人向來眼高於頂，心高氣傲，一輩子很少真心實意表揚別人。這些年，他去過不少國家，也觀看過不少國家的閱兵，印度、巴黎的都曾看過。但閱完之後，要麼一言不發，要麼敷衍幾句就走個過場，從來沒見他這麼上心過，更別說用這麼詳細的數字去稱讚一支外國的儀仗隊，這在他身上簡直是罕見中的罕見。唯獨中國儀仗隊讓他記了快10年，走到哪兒念到哪兒，足以看出2017年的場面是真的讓他開了眼。可能很多人都忘了，2017年特朗普訪華時確實受到了極高規格的禮遇。當時中美兩國國歌先後奏響，還鳴了禮炮。檢閱儀仗隊的時候，中方還特意奏響了對中美關係意義非凡的《星條旗進行曲》。這首曲子早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就曾奏響過，也算是一種珍貴的外交傳承。更有意思的是，當軍樂團演奏這首曲子時，特朗普還特意示意習近平主席停下，兩個人就站在指揮身後，認認真真聽了1分多鐘。這份重視和投入可不是裝出來的。特朗普自己也坦言，他這輩子從來沒見過這麼多身高幾乎一模一樣的士兵，還直言只有中國有14億人口才能做到這種程度。也正是這份深刻的記憶，讓特朗普此次訪華的訴求格外明確。他在和平理事會上直言不諱，4月份去中國必須給他安排一場中國歷史上最盛大的迎賓儀式。不過，特朗普這番誇讚難免讓人多想，他從去年上台以來就急着訪華，如今又頻頻稱讚中國儀仗隊，反覆回憶2017年的美好經歷，把當年的禮遇掛在嘴邊，這到底是真心誇讚還是另有所圖？小編覺得他這應該是在向中國示好，說白了就是為即將到來的訪華之行鋪路。畢竟想獲得高規格禮遇，先提前誇一波當年的待遇，投中國所好，這確實是他的風格，一點都不意外。但讓人意外的是，對於特朗普訪華這件事，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歡迎，甚至有點抵觸。很多人可能會疑惑，不歡迎他，難道是因為他之前各種針對中國，搞科技戰、貿易戰、關稅戰打壓中國嗎？其實不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這個人言而無信，毫無信義可言。以前中國也不是沒有和他談過，可往往是談好的事情，轉頭就變卦，不執行，不認賬，到最後談了還不如不談，純粹是白費功夫，浪費時間。所以大家才覺得這樣沒有誠意的訪問，其實就是一種騷擾，一點意義都沒有。不過話又說回來，來總比不來好，談總比不談好。中美作為兩個大國，體量就擺在這，很多問題終究不能靠對抗解決，硬碰硬沒有贏家，只會兩敗俱傷。
說到這裡，大家肯定都很關心，面對特朗普的频頻示好和訪華訴求，中國的態度到底是什麼樣的？其實早在2月12日的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林健就已經給出了回應，而他的回答卻有些耐人尋味，既沒有明確拒絕，也沒有明確確認，始終保持着大國的沉穩和理性。當時有記者就特朗普計劃訪華的消息詢問中方的評論。林健首先肯定了元首外交在中美關係中起到的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這是中方的一貫態度，也是中美關係能夠穩步發展的重要基礎。隨後他證實，在不久前的兩國元首通話中，特朗普再次表達了4月份訪華的意願，而中方也重申了對特朗普的訪華邀請。這句話看似簡單，卻蘊含着不少信息。這不僅是中方罕見的承認接收到了特朗普的訪華申請，而且再次重申這樣的措辭，也體現出了中美最高層並不是第一次就特朗普訪華這件事進行磋商，雙方其實一直在保持溝通，也都有推進中美關係緩和的意願。但至於特朗普的訪華能不能成行，具體的訪華細節怎麼安排，林健卻並沒有透露更多的消息，也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節點。他只是表示雙方會就此保持溝通，繼續推進相關事宜的磋商。但同時，他也重點提到，中美之間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只要雙方能夠共同落實好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那麼就能夠為中美經貿合作和世界經濟合作注入更多的穩定性以及確定性。其實林健這句話說的已經十分明顯，特朗普究竟能不能夠順利訪華，能不能受到他期待的高規格禮遇，最主要的不是看他誇中國儀仗隊誇得有多賣力，也不是看他的態度有多迫切，而是看雙方在經貿方面的關係能不能扭轉，能不能真正落實好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能不能拿出真正的誠意，解決中美之間存在的分歧。而美國方面顯然也心領神會，讀懂了中方的態度。2月10日，美國財長貝森特在參加活動時表示，目前的中美關係正處於一個十分舒適的位置，美國並不尋求和中方脫鈎。不僅如此，他還表示，兩國之間的關係可能非常的富有成效。如果仔細分析，就不難發現，貝森特口中的富有成效和林健所說的互利共贏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希望雙方能夠放下分歧，加強合作，實現共贏。而且在2月9日，貝森特還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自己已經派人前往中國，推進雙方貿易會談的籌備工作。大家都清楚，既然雙方的經貿談判能否取得成果是特朗普訪華的前提，是中方態度的關鍵，那麼貝森特當然要盡快搞定這件事，為特朗普的訪華之行掃清障礙，創造良好的條件。而特朗普自己這個時候也沒閒着，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目前的美國已經暫停了多項針對中國科技企業的限制措施，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網絡通信方面，比如禁止中國的3大運營商在美國發展業務，以及禁止 TP-Link 在美國銷售產品。這些限制措施此前一直是中美經貿關係中的一大分歧點，也是中方重點關注的問題。據消息人士透露，這些事情在美國並沒有被大規模的報道，顯得十分低調，但這顯然是特朗普為了避免激怒中國方面特意採取的最新示好措施，目的就是為了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讓中方看到他的誠意，確保自己能夠順利訪華，並且在訪華期間達成自己的訴求。不過，這些避免過度刺激中國的做法，在美國內部也遇到了一定程度的阻力。比如，民主黨在參議院的領袖舒克就公開指責特朗普這是在討好中國，並為此出賣了美國的所謂國家安全。他還宣稱，如果不對中國企業加以限制，那麼數百萬美國人的個人資料就會置於所謂的危險之中，試圖煽動美國民眾的情緒，反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但特朗普當然不會理會民主黨的聒噪和反對，畢竟訪華是他當前的重要目標，他不可能因為民主黨的指責就放棄自己的計劃。而且有美國智庫的研究人員指出，在美國尋求和中國改善關係的當下，特朗普暫停這種懲罰性的對華限制，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中方的態度已經十分明確，一直以來都在強調，如果美國繼續抱着那套霸凌體系不放，繼續對中國進行進出口管制，繼續打壓中國企業，那麼兩國之間談判成功的可能性
將微乎其微，特朗普的訪華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所以在4月份訪華之前，特朗普必須老老實實的放下對抗思維，不要動歪心思，多做一些有利於中美關係緩和的事情，拿出真正的誠意，才能得到中方的認可。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